这里是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eaking Down， 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甚至包括评委和裁判，都是社会不良人。赛前面试经常就大打出手。上一集的半决赛，大阪和红 B 分别派出5名最强混混进行决战。除量级江口凭借无敌王八拳击败佐原惠哉，羽量级尾山力击倒谢恒峰赢下比赛，轻量级松井丽优势赢下山本大介，中量级俊树以及漂亮的前簇 KO 了吉田鹿斗，重量级安德烈重拳击退爆音蜡质赢下比赛。最终大阪对阵红 B 3比2，一分优势领先。看完上一期催更的人很多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北关东和九州的比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直奔主题，北关东尾田对阵九州光成。尾田优也也是满身的纹身，在前面的选拔赛中也是非常的狂，非常的猛。反观对手来自九州的光成，看起来就比较瘦弱一些。双方互抡，光成被击倒，尾田优也上去补拳，再次被击倒。裁判在给光成读秒如果你们喜欢看这样的混混打架，记得点上关注，我们一集一集往后跟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其实光成的情况和上一集的佐原惠哉差不多，拳击的技术是好于尾田优也，但是很无奈，尾田优也的打法就是这种猛冲猛打，在体力充沛的1分钟时间内确实是非常的有效。台下的九州新领导师仲村和朱莉已经急死了，让光成抓紧时间进攻，要不然没时间要输了。光成的这几记拳法是打中的，然后把尾田也打晃了。好，比赛1分钟时间打完在这个过程中，光成是被读秒1次。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也是毋庸置疑了，尾田优也赢下了比赛。那么好，目前北关东是1分领先。今天的第2场比赛，来自北关东的大泽空今年18岁，对阵九州的右大。大泽空在前面的比赛中是一匹黑马，才18岁。我们来看看他今天的表现如何。右大前摆后直打中，右大连续的孤头顶膝，大泽空防住。裁判没有读秒，看样子是滑倒。右大的这个拳头杀伤力很强，大泽空换拳，看看能不能顶得住。看得出大泽空有点急了。好，双方倒地，比赛也刚好结束了。那这是一场羽量级的比赛，我们看看朝仓未来是把这个胜利判给了谁。最终是来自九州的右大赢下了比赛。目前北关东和九州的战绩是1比1战平。下面是轻量级的比赛，北关东的细川伊萨对阵九州的山下大西。好，我们跳过了赛前嘲讽的环节，现在比赛开始。细川一萨擅长用腿法，山下大西组合拳迎击，不效抡拳。哇，细川一萨一个后手摆拳把山下大西击退，再互换，哇，2个同时命中，这算是格斗名场面啊！2个人同时被击倒。双方都被重击，那就看看谁的恢复能力更强。
好，比赛继续，西川一赛一个正蹬，双方又换了一拳，这下山下大西被击倒。时间到了，这个比赛又没什么悬念了，西川一赛毋庸置疑拿下了比赛。下面是重量级的对决，北关东的小林健太对阵九州片山秀一。必ず KO します。はい。好，仍然是1分钟1回合，比赛开始。片山秀一的技术明显是更高一筹，打得非常的精准，一个前摆把小林健太打了个读秒。好，比赛继续，小林健太看起来有点慌啊。这两个技术相差还是蛮大啊。这个时候的小林健太啊，明显是强弩之末，还想进攻，被片山秀一的一个高扫击中，直接倒地。看完了重量级，我们来到了重量级的战斗。来自北关东的重野蓝豆对阵九州一辉。台下的心灵导师都在给自己的队员加油打气。好，比赛开始。重野蓝豆骨头连续顶膝，裁判上来想拉开，但是已经拉不开了，两人继续战斗。这个红色拳套的九州一辉啊，其实拳法还是不错的。那还有转身拳，哇！重野蓝豆开始了连续的暴击，裁判上前给一辉读秒。比赛继续，重野蓝豆一个转身的腿法，但是失败告终。好，1分钟时间，比赛打完，那这个也是毋庸置疑了，重野蓝豆赢下了比赛。那么好，到目前为止，半决赛已经全部打完，北关东拿到了3场胜利，挺进了决赛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那么后面的比赛怎么进行，会出现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啊？大家记得关注小北格斗频道，下期精彩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这个女人一口老痰喷在对手的身上，结果反手被一个大皮兜抡倒。这里是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eaking Down 第9季，本季度依然加入了女混混的元素，让赛制和剧情更加的紧凑和完整。女混混一言不合拽着头发就干，在这里促成一场比赛只需要5分钟。喜欢看这种精彩的格斗视频，别忘了点上关注，我们一集一集往后跟。赛前的各种叫嚣和矛盾，只需要带上拳套走上擂台，在这里只分高低，不决生死。耍赖才让你离不开。当然，这个满脸纹身的并不是女混混，她是男的，他叫杨泰。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从小被欺凌，甚至一度想过自杀，后来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疯狂的纹身，穿上了女装，加入了帮派。自己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，打了也不知道痛。过来参加 Breaking Down 也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证明自己的能力。
他的一番话，中国人听了可能觉得很励志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的国家。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旁边小林的反感，他上去就给他一巴掌。杨太并没有还手，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拉开。小林说：“要不然我们来打一下吧。”于是朝仓未来就给他俩安排了这场比赛。我们来看看小林和杨太的比赛。穿着白色衣服的小林，穿着裙子的杨太。小林作为少年犯，肯定是经常打架的，所以说他的拳还是比较重的。这个拳打中后脑了。杨太几乎是零防守啊。杨太还在挑衅。哇，这下是后脑着地啊！这幸好是在擂台上，如果在水泥地上就完蛋了，开瓢了。杨太是硬扛对手的拳头。好，1分钟打完就是这样子啊，杨太还是没有被 KO， 说明他的抗击打确实挺强。Breaking Down 的第9季啊，除了在场内，场外也有些选拔。这个染着黄色头发的叫通苦武大，这个大花臂我们叫他花臂森。通苦武大作为前辈被花臂森挑衅啊，当然是忍不住踢掉凳子就要干架。花臂森脱了拖鞋，两人就要摔跤。通苦武大是练过柔术的，他们反而把花臂森给反摔，然后压在他的身上。这本来就是简单的赛前的冲突啊，然后但是他两个这个时候打好像打成真的了，砸拳也砸上了。旁边的工作人员刚开始是不拉啊，后来发现这个势头不对啊，还是上去拉一下吧。再不拉的话，这个决赛都打完了，还怎么卖票啊？花臂森的飞镖鞋都扔上了。哎呀！あいついいや。あいつぶっ殺しますマジで。温泉で。痛苦武大把麦克风气的都砸了，又损失几千块。花臂森在赛后的采访啊，也是疯狂的嘲讽他。那么就决赛见。好，我们把镜头再拉回选拔赛场。他叫伊藤，自称暴走族的小队长。他说的话也是引起了朝仓未来的注意，因为朝仓未来曾经也是暴走族的。评委就问他你想打谁？他说我要打这个1打10。他说的1打10就是铃木大辅，这个染着黄头发的。这家伙经常看Breaking Down的人应该都认识他啊，吹牛逼是从来没输过，打架没赢过，那个1打10也是这么来的啊。他今天又看不起暴走族了，虽然他的实力不行，但是他的人气可以，所以今天他才坐在选手席上。铃木大辅说：“你想打我，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。”朝仓未来考虑了一会，然后问：“你们还有谁想打铃木大辅？”后面这个染着蓝头发的土屋优太，他也想打。于是朝仓未来就让土屋优太和伊藤打一场，谁赢了谁可以挑战铃木大辅。铃木大辅那个水平啊，真的是可以说是送啊！不知道他现在练的怎么样，谁打他应该都可以赢吧。片头的女混混打架，我给他放在了视频的结尾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一定要把视频看完。下面的选拔赛谁赢了谁就可以打铃木大辅了，基本上决赛也是能赢的。好，比赛开始，1分钟打架规则：蓝色拳套的伊藤，红色拳套的土屋优太。伊藤打得更加的稳健，土屋优太有点杂乱啊。伊藤是打架的老手了啊，土屋优太是应该实战打的也不多。好，1分钟时间打完，那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，最终伊藤是拿下了比赛，拿到了铃木大辅的挑战权。铃木大辅这个决赛应该也是悬了啊，除非是他后面練了很多。今の試合見て勝てそうですか？大丈夫そう？あ、余裕です。はい。余裕で勝てます。前回より多分強くなってる。铃木大辅和伊藤还击个拳啊，说明还是比较友好的。铃木大辅的情商还是挺高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他。大家不要走开，接下来还是一场硬仗。前 K1 的选手高江，这个家伙是一个硬骨头，打了很多硬仗。
キックボクシングジムもオープンしました。これでここでまた花を咲かせ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でもこれゴリゴリのプロじゃないの？もうちょっと K1 ワールドマックス。この経歴は、だって俺じゃないですか。俺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なんか俺ってやれる？这个挑衅者叫细川贵之，是一个拳击手，非常的厉害。高江达走上去，这个长毛怪也上去了。长毛怪说：“我也想打细川贵之。”いやいや、興味ある。日本人のプロに勝てるのブレイキングなんです。そんなんじゃなくて、俺は通訳されたけど。やっぱり。いいよ。ここで。いいよ。やりましょう。俺通訳されたんです。瓜田纯是说：“这个也不是你们能决定的，肯定要先打一场，看看他的实力。”于是朝三未来就给他找了一个对手。朝三未来其实很坏的啊，他找了一个对手很强，他就是想看看啊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吹牛。好，下面是高江达对阵丸田乔人。丸田在前面的比赛中啊也是非常的强，我们来看看高江达到底是不是吹牛逼。丸田的个子是又高又壮，打得又冲又猛，所以说他这个人是很难打的。但是高江达确实是啊，防守非常的到位，然后距离感也不错。丸田被屡次重拳击中啊，非常的准。下面的这些高手啊，都是在看着高手在上面对决。这个高江达确实是有东西啊。高江达这次应该是圈了一波粉了，把丸田给 KO 掉了。那基本上高江达对阵细川贵之的比赛就已经确定下来了。下面是女混混的打架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心心念念的来了。这个被吐口水的你们应该都认识啊，蓝衣战神的小姐妹由美。由美和刚刚吐她口水的那个人啊是有过节，两人在网上已经吵了半年了。这次来到 Bring It On 就是来一决恩仇。这个时候中间这个白头发的是插了一脚，他俩都要打由美，于是两人又产生了矛盾。日本女人吵架我就不想翻译了啊，太吵了，意思就是你的鼻子是整的，你的头发是假的，是吧？各种就是嘲讽吧。一顿嘲讽完了以后啊，就是打架，拉头发、拽头发，什么都干起来了啊！这个八嘎我们听懂了啊。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啊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，直接打吧，谁打赢了谁挑战由美。蓝色拳套的油葡萄对阵红色拳套的胡桃，双桃大战。现在开始，女混混打架，下面的这些人啊，都当是看节目来看的。胡桃上来就非常的猛啊，冲没有卵用，被打退。油葡萄是非常的稳健啊，左右的开弓。胡桃再次被打退啊，这是乱打了已经。戴上拳套以后，拉头发的这个技能就被封印掉了。哇，这个扫踢很重。结果1分钟没打完，胡桃就已经在叫的痛啊，已经认输了。优美是开心的笑了，原来你们这个水平也就不过如此嘛。最终油葡萄战胜了胡桃，赢下了今天第一场女混混打架的比赛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赛前有多嚣张，赛后就有多狼狈。虽然打不过你，但是我的嘴巴还是不服气。于是油葡萄对阵由美的决赛就这样定下来了。下一集我们来看看女子大姐大坂本流华到底有谁来挑战。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，喜欢看混混打架，别忘了点上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这个
个男人来踢馆，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网红西巴塔。他不停地嘲笑拳馆大叔。就在西巴塔觉得大叔是一个软柿子的时候，大叔不紧不慢地拿出了一张免责协议。西巴塔说：“你确定签了以后就上擂台，把你打死打伤也不用我负责吗？”大叔点点头。于是西巴塔就开开心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并且还按了个手印。拳馆大叔叫竹原胜二，他是日本传奇拳王，也是动漫《第一神拳》樱村守的原型人物。虽然已经退役20多年，但是在拳击格斗界还是德高望重，就连招仓未来都要找他练习拳法。但在几年前，因为得了癌症，加上连进5旬，所以说这个讨厌的网红西巴塔觉得自己可以轻而易举的击败他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网红，虽然看起来他像个跳梁小丑。我决定收回刚才那句话，因为他就是个跳梁小丑。虽然这个跳梁小丑看起来很二逼，但是由于自身身体素质非常好，而且招式也是阴损毒辣，所以经常在擂台上干翻对手，一波又一波的骚操作，也为他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关注。说起粉丝关注，小北哥每天给你们讲格斗故事，你关注小北哥了吗？西巴塔今天来踢馆，一方面是为了博眼球，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吃定了竹原大叔，一进人家拳馆的门就狂得不行，签完生死状，双方就走进擂台。你们都给我说实话，看到西巴塔这个贱样，你想不想打死他？西巴塔对裁判说：“等一下，我下手太重，你要提前终止，要不然我会把这个老头打死。”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网红西巴塔对阵竹原大叔。哇哦，西巴塔果然不按套路出牌啊，假装东张西望，然后一个前手拳偷袭。竹原大叔和这货打还是要小心一点。竹原后手拳被打了银击，我刚才说了，这家伙千万不要小看他，这家伙的实力绝对有。西巴塔后手拳，竹原侧闪迎击，精准命中。双方换拳，竹原被打中了一个后手拳啊！西巴塔后撤走位，双手拿下来挑衅。大叔很少出拳啊，如果出拳的话，命中率还是很高的，前后直拳都打中。西巴塔被打火了，上步一个摆拳打中竹原。西巴塔的攻击性特别强，既年轻体重又大，所以对竹原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西巴塔说：“你还行吗？你不行就认输吧，认输了少挨打。”大叔前手拳击服，这一下感觉有效果，再来个后手拳。竹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，竹原的节奏很慢啊，但是打出去一拳是一拳，基本上每一拳只要打中就有效果。竹原前手侧去后直前摆，两拳精准命中，西巴塔直接被干翻。就这两拳啊，一般人都扛不住啊。现在裁判给西巴塔读秒，西巴塔起来以后感觉不可思议啊，这个老头怎么这么厉害？好，现在比赛继续。西巴塔主动进攻，大叔反击，双方现在开始了拼刺刀模式。竹原后手拳，西巴塔勾拳反击，这一波是忽悠命中啊！我感觉竹原大叔也认真起来了，因为这个网红西巴塔实在是太讨厌了。竹原后手拳命中，又接了一个后手拳，双方继续近身换拳。刚才的一波击中，西巴塔有点力不从心，节节后退。哇哦，漂亮！竹原后手拳再次击倒西巴塔。西巴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完美生动地阐述了什么叫做赛前有多嚣张，赛后就有多狼狈。KO。尽管裁判在给他读秒，但是看样子西巴塔是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好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竹原胜啊，这一次真的打累了，50岁的年纪又患有癌症，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他。下期见。一群混混来踢馆，但是今天在馆里坐镇的是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。混混们陆续到达拳馆，有的人很懂礼貌，主动和安保握手，但是也有这种不知死活，走上来就把怒气值拉满，眼神里充满了挑衅。后面来的小混混也是接踵而至，人也是越来越多。那今天安保和他的徒弟任务非常的艰巨，也要出手把小混混们一一击败。安保刘慧也已经绑好了绷带，在后面热身了。后面的混混也没有闲着，参加挑战的也是一个个都在绑手带。中间这个穿着背心、梳着中分头的，就是刚才进门的那个刺头小帅，他今天要第一个挑战安保刘慧野。
从小帅的动作来看，也是练习过格斗的，可以打得出拳腿组合。小帅组合拳，安保刘辉野抱头防守是滴水不漏，感受一下对手的进攻力度，安保就开始了连续反击，一个前手击负拳，小帅就被成功爆杆，倒地不起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千万别走开，小帅还是不服，爆杆拳到底有多疼？从小帅的面部表情也可以看得出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小帅说：“你的拳可以，但是你的腿法不行。”安保刘辉也说：“那既然这样，我就用一条左腿和你打。你可以用你的全部，包括两拳和两腿，用一条腿来打，那不等于送人头吗？”小帅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，加上旁边的朋友一起怂恿，小帅说：“那还等什么？来吧！”哎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这样用一条腿跟我打，等于是下象棋饶了我车马炮。到底是安保刘辉野用一条腿击败小帅，还是小帅可以成功复仇？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对，没有下期，看进度条也知道就在本集啊。让这个小帅带着满村人的希望，再次挑战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。安保的几记左腿把小帅击退，安保不能用拳，所以小帅完全可以压进去打，这样安保的腿法也施展不出。但是小帅居然主动拉开距离。安保一个扫踢击斧有效果，再来个底膝，小帅被打退。安保走到场地中央，让他缓一下。再来一个扫踢，小帅被连续爆杆，把牙套都吐掉了。小帅现在只能缓一下，并且出现了干呕的症状。被多次击斧以后，小帅还是没有放弃，继续和安保刘辉野打了起来。这也许是小帅全场唯一的高光时刻，但是连安保的毛都没有碰到。安保高扫上头，精准命中，越打越放松，顶膝来一下。安保侧踹，再来一下，哇，这下把小帅踹飞，小帅成了安保的活靶子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安保转身高摆腿，一下把小帅打倒，小帅应该是不能起身了。比赛结束，小帅被 TKO， 虽然输了比赛，但是小帅赢得了众人的掌声。后面的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，有人车轮战安保刘辉野，也有人挑战安保的徒弟。这个白头发的帅哥也是安保的徒弟朱莉，这家伙也是个高手啊！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一群混混组团来踢馆，车轮战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，结果安保刘辉野请他们吃了一套爆肝大餐。大黄也是和田野的对战中意外受伤。那么还有最后一场比赛，90公斤的大壮对阵安保刘辉野的徒弟朱莉。说起这个长发帅哥朱莉，现在绝对也是明星级的格斗选手，前后打了很多场比赛，包括有职业赛，以后有机会带大家看一看他的比赛。朱莉的体重是60公斤，大壮有90多公斤，两者的体型相差特别大。面对这样的大块头，朱莉丝毫不怵，用自己灵活的步伐，可进可守，攻防兼备。朱莉前摆拳命中，哇，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。朱莉近身连续勾拳，打完就后撤，避免和大壮拼拳。漂亮的转身后蹬，朱莉的打法非常有观赏性啊，也是敢打敢拼。大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打出有效的拳法，反而是被朱莉迎击打中了很多拳，鼻子也打破了。哇，漂亮！朱莉的启动速度非常快。大壮的拳腿打的还是有模有样的，但是就是打不中，被迎击打中很多拳以后也不敢贸然的进攻。他这种打法就适合打架。朱莉接腿，但是没有扫倒，反而被大壮一拳打倒。这个体重的优势从这里就看出来了。但是朱莉也没什么事啊，瞬间就爬起来了，简单处理一下鼻子上的血，重新绑好护腿就开始战斗。从这个角度看啊，大壮的块头真的大好多。朱莉顶膝，连续摆拳勾拳，哇，这几拳都打中了啊！大壮后摆拳又被躲掉，朱莉简直是太灵活了。
大壮再一次被打中，朱莉的拳头也很重啊，但是大壮的体重在这里，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他 KO。由于大壮的鼻血流的太多，最终也是放弃了比赛。安保的大弟子朱莉最终以小博大赢下比赛。这一帮混混来踢馆，最终是以全败结束。关于大弟子朱莉的比赛，以后咱们有机会慢慢看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群网红和混混组成的超级踢馆团来踢馆。今天坐镇在馆里的是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。安保刘辉野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个拿着摄像机的波兰人，居然成为他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踢馆者。这家伙的绰号叫波兰刺客，空击的水平也暴露出他的实力。一个波兰人居然成为了日本的格斗网红。刺客已经在后面做准备工作。我看这个身高臂展，英哥和安保也是旗鼓相当。比赛规则2回合，每回合2分钟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，刺客挑战安保。比赛开始，双方都在小心的试探，谁都没有轻易进攻。安保前4拳打中，刺客2个前点假动作加后直。后直啊，这个刺客啊，真的有2把刷子啊！距离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家伙是个高手。双方开始了第1轮正面交锋。波兰刺客啊，这个绰号起的还是有点意思的。安保现在应该也是发现了他的实力，肯定要正视这个对手了。哇，刺客一个后手拳打中安保，今天安保刘辉也不会翻车吧？安保刘辉现在双手拿得很高，而且通过步伐来控制距离。安保前后直拳，哇，这2拳非常漂亮，打中了。第2拳打在刺客的耳根上，刺客中拳后又给安保反击了一个后手摆拳，双方换拳不吃亏。这个刺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，打完就搂抱。双方再一次换拳，大家觉得这个波兰刺客有没有职业的水平？我觉得应该是有了。好，现在第1回合还剩下30秒，高水平的对决就给人一种压迫感。双方换了个前直拳，看起来是波兰刺客吃亏啊。第1回合还剩下10秒钟。波兰刺客中了个后手拳，紧接着他就还了回去啊，而且一下还还他2个。好，现在第1回合时间到，兄弟们觉得第1回合谁赢？如果交给我判的话，我可能会判他们平局。双方稍作休息，现在就开始打第2场。好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K1 冠军安保刘辉野到底会不会翻车。哇，安保这个前4拳啊，真的帅啊，又快又准。这回合应该双方的节奏会更快，特别是安保刘辉野。刺客也点中了1拳，刺客现在压着打，但是安保并没有吃亏。刺客的前手好像受伤了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，应该是安保的这一下把刺客的前手给打伤了。这一下打过实战的人应该都知道，经常会把这个手臂这里打伤。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，可能2、3天就好了，但是当时是很疼的。大家看，波兰刺客的这个鼻子这一块已经被打红了。安保说还有1分多钟，还要不要打了？波兰刺客说那没事，那我前手就不用了吧。这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啊！一只手和安保打。那么安保也不客气了啊！既然你上门挑战，吃点亏也正常。
波兰刺客啊，用这个躲闪也可以躲掉不少拳的，而且场地又大啊，可以到处跑。好，现在第二回合还剩下30秒钟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。看得出来啊，安保也不打算把他打成什么样，毕竟对手只有一只手了，所以最后想想看还是算了啊，还是没有进攻，要不然这个最后30秒我觉得还是可以 KO 他的。但是无论如何啊，这个波兰刺客的实力啊也是有目共睹，绝对是安保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挑战者啊。和上一期的混混头子井上，大家觉得谁厉害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下期见。